我觉得刚才那方还不错，可以再观察一下。那个，你知道一种植物叫吊钟，知道吧？有这么高的，这么高的，是吧？还有这么矮的，这个不一样。各位领导，这是一份分析书，也是一份战略策划书，其中的内容决定着我们能否彻底打通从高端解决方案到具体技术实施的上下游关系，也决定着捷科未来10年的战略走向，决定着每一位员工的薪酬收入和每一位股东的年终分红，决定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不忙，帮我弄杯咖啡去吧。好的，我这就去。哎，要美式的。好嘞。天子一声雷，地方响连天。高端方案是好，但是在一个运行系统里，有动嘴的就有动腿的。和惠康的合作，动嘴的负责战略层面，我们动腿的只需要专注于具体的技术实施环节，这样就会形成一个体系。我计算了一下，如果系统运行良好，第一期合作顺利完成，我们的市场占有率可以提高到42%。我算听明白了，惠康用嘴控制整个市场的42%，捷克用自己的腿跑遍全国将近半数的机房。腿是跑不断的，只要实施环节在我们手里，客户对接的是我们，这个从逻辑上来说是说得通的。但先决条件是芯片资源共享。惠康一旦负责了战略层面，就意味着现有的芯片库存都可以拿出来和我们共享，就可以解决我们目前10几个订单、5000多台服务器的发货量。方案和实施一旦拆分，也就意味着公司的每一单业务都只能拿到不到40%的利润，大头永远在惠康手里攥着。这倒罢了，但是这就意味着销售的前端就要丢掉了。我同意陈总的意见，因为客户一上来肯定是先聊方案，没有人上来就直接谈实施，这样一来等于我们把市场的主导权拱手让人。魏阳，我真觉得你可以带着捷科的销售部门，直接搬到惠康去上班去了。陈总，我这辈子最得意的时候是在捷科，最失意的时候也是在捷科。那年我被人撬了单，还被泼了一身脏水，客户投诉我，家里老人去世，我又欠了一屁股债，我垮了，得了抑郁症。您那一句话让我挺到了现在。您说魏延，有人给你身上泼粪是好事儿，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那是肥料。它能让你生根发芽，能让你开花结果。真的，我发芽了吧？我也开花了吧？所以现在的我，再也不怕别人给我泼脏水了，哪怕是您。喂，
咱们今天是来谈破局的方案。方案的背后隐藏的，就是要把捷科的核心业务销售一揽子直接供售给惠康。但是从利润的角度来看，控制整个市场42%的是我们，而不是惠康。我既然能实施这个方案，我自然也能替捷科守住底线。我不相信，那是你的错。有什么事儿吗？我看了魏延的方案，然后呢？董事会现在正在讨论这个方案。那是你们捷科的事儿，跟我们惠康的销售总监有什么关系吗？没什么事儿，我挂了。这不是魏延的方案，这是你的方案。这是惠康的既定战略，已经酝酿了小半年了，区别只在于跟谁合作。那这份方案，刘工看过了吗？刘工已经不在惠康了。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即使刘工还在惠康，他也只是负责技术层面的支持，战略层面的东西他看不到。那么这份方案技术顾问是谁？周瑞，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如果我是林振威，我会把这个技术顾问立马开掉。我是销售出身，你也是，在座的应该明白，把销售业务从公司管理体系中彻底剥离出来，我这个 CEO 就是个空壳子。你呢？借壳上市，移花接木，好手段。您教过我，任何时候个人利益必须让位于大局。所以我要向大家表另外一个态，这个方案非常好，董事会应该批准这个方案。不仅如此，还要调集全公司的资源，全力支持和运作这个方案。但是这个方案运作人不合适，也就是魏总不合适。师傅，这里是董事会，称陈总。既然是战略，元帅对元帅，我会亲自和林振飞对接这件事情，这才合理吧？陈总，这是我熬了3天才熬出来的方案，我不可能放手。好了好了，方案既然已经通过了，具体执行等开完会以后，你们师徒2人私底下单聊，行不行？李总，公司之事无私事。听你的意思是说，这份方案在技术上不可行？对于技术来讲，这个方案就是末日。你吓唬谁呢，周蕊？你这叫危言耸听，你知道吗？罗总，你听我说，如果按这个方案执行，2年之后，捷科就没有战略层面的技术人员，而你们惠康，你们所有的工程师会逐渐蜕变成为行政，这是真的。或许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2年以后，惠康的工程师每天都在研究战略，而捷科的技术人员每天都在泡机房。所以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方案。为什么不能说是合作共赢呢？你为什么不往好的方面看呢？是，赢的是现在，却输了未来。不是周瑞，你能醒醒吗？你连眼前的人都抓不住，你有什么资格谈未来？厉董，陈总，我也觉得魏总负责这个案子确实不太合适。真是开了眼了。我们开的是董事会吗？我看是大杂烩吧。大家请看看，这是魏总的 U 盘。对，这是我们周总和我们北京组的全部客户名单，以及联系方式和备注都有，很全。你怎么证明这个 U 盘是我的？你用过崔龙的电脑吧？把你电脑借我用一下，我的拿去修了。有密码吗？我和周总
跟郭涵谈事情的时候，怎么骆家就这么准准地掐住了我们的要害？魏总，您和周总之间的事情，我们这些做下属的不便多插嘴。可客户是公司的，郭涵这一单也是公司的业务，北京组的资源也是公司的资源。您拿这些东西当投名状和惠康做交换，我觉得不合适。这个合作的代价不小啊。医生告诉我，每次白天要是觉得快控制不住的时候，就吃这个白颜色的，每天晚上睡觉前吃这个黄色。但是今天我不想再吃了。都说委曲求全，我什么事情都替公司着想，但求一全。我为了维系银行的客户，出差半年不着家，我老婆一个人在家顾不过来，我女儿发烧治得聋了。我跟你们说过一个字儿吗？公司刚到北京，为了发掘华北的客户，我把自己的积蓄全都拿出来做客情。我跟你陈明凯提过一嘴吗？杰克苦过，但也辉煌过。这2年发展到今天，连卖都卖不出去一个好价钱，为什么？我今天就要说，你都是因为你早就该退了。CEO 是什么？是一艘船的舵手，整个发展方向都在你手里。你呢，轻信周瑞，现在呢，他跟对手睡一张床。你可以不觉得这事儿尴尬，但你不应该觉得你对这事儿应该负责吗？魏总，我觉得您说的是。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骆总，我们不要再玩文字游戏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没人跟你玩游戏，我们连逢场作戏都算不上。那你跟魏延是逢场作戏吗？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愿者上钩。那我可以告诉你，魏延要的不是你的方案，他有自己的打算。他想要的是我们捷科的 C 位。人人都想要 C 位，只要惠康能在上下游市场上居于 C 位，捷科的 C 位是谁，没有人会猜。问题是，魏延他成不了 C 位。可这份方案的合作对象，他就是捷科的 C 位啊。骆总，你相信我。可捷科的 C 位不一定是魏延。我们今天不就是在谈什么跟对手合作吗？你再说一遍。我说捷科的 C 位不一定是魏延。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你是销售，不改不动。谢谢骆总。好，今天的董事会先到这儿结束吧。至于和惠康的合作方案，还是由陈总掌舵。至于魏总，等董事会调查清楚再决定。没什么好调查的，人是我带出来的，看在我的面子上，多留点余地吧。3天之内把辞呈提上来。是。
你已经这个岁数了，还能越战越勇，我真心服气。但愿你能笑到最后。魏延，你早就知道对吗？所以在这儿等我对吗？陈明凯毕竟是咱们的师傅，你真的不……住口！你是天真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清清楚楚知道，他就是想让咱俩拿着刀子互相捅。当然还是你技高一筹。不过你要小心了，我走了，下一个就该轮到你了。魏延，魏延，师傅确实让我接手华北大区，但是我没答应。算你聪明，终于明白了，他把你从华东调过来是为他填坑续命，替他挡枪。如果我真的愿意被人当枪使，那今天的会议是我干掉你最好的机会。那我为什么要缺席？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你得小心一个人了。把话说明白。行政部那个小跟班，那是你的掘墓人。陈总，魏延的证据我给你找到了，还需要我做什么吗？攻下田承洲，这名字不陌生吧？你的老同事了，他手里有我需要的芯片。明白，但我有要求。别急着提要求，惠康的人动作比你快。刚才的表现，掌声鼓励一下。惠康的骆总，你们都听清楚了啊！我只说一遍。陈东认识我，你不是也认识我吗？当我说到 “hello” 的时候，我们干销售的认识谁都不奇怪，但你一定从来没见过我。穿成这样，竟然还能把我认出来，这说明什么呢？非常不错啊。说明你是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我当然知道你是为了芯片而来，只是我没想到惠康的动每人10作这么快。发子弹。先到先得嘛。你们要打的目标干销售的一向如此。就是敌人头盔的脸。对我来说，谁先到的无所谓，价高者得。要不这样，如果你先被淘汰，价格我定；如果我先被淘汰，价格你定。这样公平吧？各就各位。没看见，走。骆总，骆总！方威，你站住！还真是你哈，方维。骆总，是我。你让我暴露了6次，你等着。有戏吗，骆总？行政部的方威，现在是销售部了，幸会田总。我刚刚都听到你们的赌局了，介意再增加一个人吗？当然介意了。田总，
不管惠康出什么价格，我们捷科都给你加价10%。方威，你笑谁呢？你们捷科什么规矩我不知道啊？你一个销售根本就没有定价权，哪怕你是高管。田总，你也是捷科的老人了，我说的没错吧？岁数大了，玩不动了，累了，今天不谈了，什么都不谈了。田总，你确定不谈价格了吗？不是价格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我说我累了，不想谈，什么都不谈了。田总，看我们是同事的份上，我在最后问你一个问题，是不是不跟我们谈，也不跟惠康谈啊？田总。田总，我能进来吗？请进。还没走呢。我想我起码得知道，你心里满意的价位到底是什么？哎，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跟捷科有过节，任何跟捷科有关系的买卖，我都不想沾。能说的再明白点吗？你跟周瑞有关系吧？就是跟捷科有关系。我跟周瑞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销售的嘴，骗人的鬼，我凭什么信你啊？你要是不信的话，可以问刚刚那个方威啊。不过有一件事儿，我倒挺好奇的。周瑞到底会帮你，还是会帮捷科？田总，你这绕来绕去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真把我绕糊涂了。行，那我就不跟你绕圈子了。我有一个合伙人，也是我的金主，定价权在他手里。我能知道他是谁吗？我方便跟他见面聊吗？你认识？叫刘宇凡。进来。陈总，我跟田工谈完了。然后呢？我不敢保证他会跟我们合作，但我保证，周总干不了，只能我干。为什么？周瑞为什么干不了？因为他对骆家下不了手。找圆圆再来一声。行，你说你想干什么吧？我可以拿到田承洲所有的芯片，而且我希望公司能够给我多一些机会。魏总走了，崔龙一时半会儿也接不住。周总的您计算短时间也看不到利润，但传统业务需要有人做起来。您应该放手用我。进来。吃吧。来一口。自己拿。
来。是。好。那这么说，我们以后是不是要改口叫方总了？我们敢叫，他敢答应吗？看什么呢？哎，我说一下啊，根据公司的这个安排，魏延组的从今天开始，办公的工位暂时都搬到那个大会议室啊。小龙，还磨叽什么呢？哎，赶紧搬吧。哎。您好，我是捷克销售部的总监方威。您好，我是捷克销售总监方威。刘总，您约的客人到了。捷克的方威是吧？是的。让他进来吧。你挑西装的品味不低啊。鞋不配，我给你挑一双吧。给脸不要脸啊！只要你把田承秋这批芯片给我，追赵颖的事儿我可以放手。最后一句说什么？追赵颖的事我可以放手。我也重复一遍，赵颖本来就是我女朋友，轮得到你放手吗？那我也再重复一遍，赵颖最终是谁的女朋友？是由他说了算。你把桌上的空白合同给我拿过来吧。好几份空白的，你要哪份啊？芯片那份。方总，你还真走啊？芯片我可以给你，但是我丑话说在前头，每块芯片我要高于市场价20%。你要多少？但你别忘了，这20%还是看在赵颖的面子上。哎呦，你怎么了？脸色这么差，饿了吧？喂，骆总，有你的快递。我就在小会议室这儿，啊，你快过来。林叔，你快过来，快过来。玉凡，来来，哎呀，你快进来，林叔叔，我不想让别人看见。什么事儿把你急成这样？还是那个自新窟窿的事儿。这做生意，公司必须得分开。缺钱花你找我呀，不能动账。这规矩，你老爸没跟你说过？他从来就不支持我做生意。这事儿您可千万别告诉我爸，他要是知道了，非把我发到什么布基纳法索去啊！
行了行了，这堵窟窿的事儿你就交给我吧。真的，叔啊，真的。大恩不言谢。那我直接跟您的财务对接了就。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我不刚跟你说了，这公司必须要分开。那对公账户上上下下那么多人都盯着，你说你给自己找那么大麻烦，你还想害死我啊？我跟你说，真要想让资金回笼，好好动动脑子，分析分析市场。李叔，我就知道您惦记我那芯片。只要合同一签，我就安排公司给你打款，不过货你都可以不发给我，明白吗？那林叔，您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长生不老的药。怎么不吃啊？快吃啊！我说我紧张的心嘛。是。你把我弄多痛快。哎。吃。光跟你吃晚饭，我有点不知足。嗯？你说什么？你听我说，咱们什么时候能每天一起吃早饭？杜航，你这话意思是？服务员，服务员，那个，我加点苏打水。哎，杜总，杜恒。啊。老大，要不要换个地儿？不用。周瑞和方威在隔壁桌，咱们要换地方吗？不换。行。先生，这是菜单，需要先喝点什么吗？多好啊！我去一下洗手间。好。傻子，过您看隔壁，点一桌，跟那桌一模一样的。好的，稍等。云计算赚不到钱，至少赚不到快钱，但我需要钱。
为什么突然需要钱？不是突然，一直都需要。我那儿还有些存款，你有什么必须要解决的，你可以找我要。年轻的时候吃点苦不是什么坏事。哎，你干嘛？你干什么？不是你除了使阴招还会干别的吗？跟谁学的？跟你学的。别，你跟他学的。骆总，这事儿跟周总没关系。我说有关系就有关系。陆佳，你是怎么了？你问他。骆佳，周瑞，今天本来是我向骆佳表白的日子，真是我脚不成熟。对不起。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也在这儿啊？难得看你加班，今天没去啊？我答应瑶瑶的，1个月的考察期还没到呢。贝瑶瑶对你真有控制力。那小空姐不也把你弄得五迷三道的？我算是看明白了，我们每个人这辈子都被固定了。你被你妈固定了，我被我的穷固定了。我们总是被那些通过努力改变人生的励志鸡汤给洗脑了。其实呢，怎么争都一样。小空姐电话怎么不接啊？你自己热的饭你自己吃啊！脱了，把衣服脱了。我想好了，我们之间必须做个留断，抓紧时间，来吧。你干什么？你不是想睡我吗？来啊！你脱还是我脱？我忘了，你们男人喜欢自己动手，有征服欲吗？睡了就了断了。了断？睡了和不睡都不可能了断。你选择了你要的，我也只能选我要的了。我们之间必须了结。
我承认，我一开始追你是因为我想要报复刘一凡，但我自己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喜欢到我自己都害怕了。你怕什么？我什么都怕。